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时叨叨。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则学魔法的影片。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过学魔法的影片了。那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要如何在生命之中发现魔法。那今天这则影片呢，我们就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个大家一直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魔法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学习的呢？希望呢，今天这则影片能够帮助到你。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也别忘了给我们留言，留下你的意见跟看法。好，那今天呢，我们这则影片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魔法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学习的。那我呢，在这边以我的经验来说，要给出大家的答案呢，是，但是呢又不是，就听起来很复杂哈。那说是为什么呢？说是因为其实我们人类的这个身体啊，其实它本身天生下来其实就具有一些修行或者是修习魔法的一些潜质的。简单来说吧，就比如说我们的五官，其实呢就是我们去接收外界信号的设备。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我们可以听到东西，我们可以摸到东西，我们可以闻到东西。那所有这些不同的感官呢，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天生就具有的一些接收信号的能力。那通过练习呢，通过一些有效的练习，让自己的这些五官的观感扩大，让自己能够接收到一些可能平时我们纯靠物理的方式接收不到的讯息，或者可能是一些频率比较高的讯息。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通灵，或者说我们去可以去说是魔法的修习术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在冥想当中呢加入一些对某一个特定的感官的一个专注的程度哈。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冥想的时候专注的去想一个东西的形态。简单来说吧，比如说我们可以手上拿一颗白水晶，或者任何一种矿石都可以。我们可以呢先盯着这颗矿石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矿石的所有细节，所有的细节，就是它哪一边有一条裂痕，哪一边是什么颜色，哪一面是什么形状，把它所有的面、所有的棱角全部都看清楚之后呢，我们闭上眼睛，尝试在冥想的时候呢去想象，把这个东西呢重新在你的脑海当中呢绘制出来，就是让它成像在脑海当中。那这样的练习呢，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扩大我们的视觉的感官能力哈，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感知到一些可能除了光线之外的能量。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触觉，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感知我们可以先从最直接的，比如说冰啊、火啊，我们当然大家要注意安全啊，不要烧到自己，或者也不要低温烫伤自己。那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把手放在那边去感受它给你感受的温度、它的能量。那慢慢的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幅度调小，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变成一朵花、一张纸或者什么，慢慢的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刺激或者是激发自己身体的对于超乎现实的能量的一些敏感的程度哈。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说在训练身体的通灵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些方式。那其实最主要的呢，其实这还是冥想嘛，冥想观想。那我们冥想这个方式呢，其实在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派系里面，其实都是有的。那它可能教法不一样，做法也细小的有一些不同哈。比如说有的地方有些派系里面它的冥想可能是要闭眼睛的，那有些派系里面它的冥想可能是你要半睁着眼睛的。那在半睁着眼睛的那个冥想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个我们讲的所谓的金丹或者说曼陀罗那样的东西出现哈。那可能它就是证明你已经视觉已经成像练习到了一定的程度了。这些其实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锻炼练习出来一种所谓的通灵能力。那这个呢，我们就叫魔法当中的术。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的书籍。那我在这边呢推荐一本叫 Psychic Witch。这本书呢，其实里面有很多小练习，可以帮助我们呢去扩大这些所谓的我们对于能量的感知的那个敏感度哈。当然啦，这个我们说魔法不能执着于术，其实执着于术你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就是你过于执着于术，你过于执着于你想看到一个东西，或者比如说你过于执着于你想看到鬼，那你真的得到那个能力之后，你可能你的意识或者说你的精神其实还没有达到，没有办法承载你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陷入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当中，或者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困难。那个时候你的能量会面临一个崩坏。所以其实呢，我不是非常的建议大家过于执着的去修习这些术法啊。那更重要的呢，其实是修心。所以呢，在这边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是又不是
的原因了哈。那不是，其实就是来源于这个地方，因为魔法它是一个唯心的东西，所以其实对于魔法来说呢，修心它是永远大于修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说在现代这个比较浮躁的社会里面，我们可能讲修魔法或者讲学魔法的时候，我们要学的不是那个术，而就是怎么样修心。如果你真的觉得想要开始学习魔法，或者说想要接触魔法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必须要循序渐进的用修身跟养性这两件事情我们要同时去做，那并且养性是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啊，修身只是工具而已。所以呢，修身来讲的话很简单嘛，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冥想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控制食物，比如说你可以间歇性的吃一些素食，或者说吃一些能量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讲说能量比较纯净的食物吧。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做瑜伽，我们可以通过运动，然后通过去调整自己的身体来呢完成这个修身的过程。那比较难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养性的这个部分哈。那养性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其实很简单哈，就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的呢，在生活当中去感受每一种情绪，感受这些情绪呢能够带给你的身体上的变化，思想上的变化。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练习不被这些情绪吞没，让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不被这些情绪控制，那你就做对了。其实我周边也有很多朋友会告诉我说，你平时这样跟我讲，可是实际上做起来是很难的。比如说当你陷入到一个悲伤情绪，或者当你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跟焦虑的情绪当中的时候，你其实很难控制自己不被那个东西所动哈。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要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哈。那比较好的方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练习通过冥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出来，比如说 OK 我坐在这边冥想，比如说这是我坐在这边冥想，那我在冥想的时候呢，我会让自己分离出来另外一个意识，去看着自己在冥想，或者看着自己在被这些情绪影响。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观察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物理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心跳加速。那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会感觉到腿软等等这些东西。但那其实这个并不是说我如果是作为修行者的身份来想这些东西的话，就算恐惧来了我也不会腿软，或者就算愤怒来了我心跳也不会加速。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还是会有那些心理反应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的心态的话呢，你就不会因为这些身体反应呢而去怀疑自己，说哎呀天哪，我是不是不够强大，我是不是还不够有能力去克服这些情绪，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哈。所以呢，这些感受其实它都是修心的一部分，它不是让我们来反抗的，而是呢你用来学习如何修行的材料跟教科书。那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化身为人来到这个地球，来到这个维度，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去体验这具身体。所以千万大家要记住，不要否定自己的身体带给你的感受，不要觉得说 OK 这个东西是我现在不应该有的身体反应，这个东西是我现在不应该有的身体反应，而去否认自己。我们来到这个地球，除了要体验这个身体之外呢，其实我们要体验的就是这个身体跟我们的灵性之间的这个关系。注意，我们体验的是身体跟灵性之间的东西，而并不是身体也不是灵性，是这两个东西之间的这一部分啊。那我们的所有人跟所有的灵魂呢，其实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课题。身体反应其实它会激发我们的情绪反应，那身体感知的变化呢，其实它会加剧我们内心的情绪。比如说呢，你在一间鬼屋里面，那外界的环境呢，就让你的身体可能会感觉到一种寒冷啊，或者起鸡皮疙瘩啊，心跳加速啊等等这样的状况哈。而这个反应呢，其实它又会让你内心的那个，因为你的身体有这样的反应，你内心的那个恐惧呢，其实又会被加剧。那所以在这边呢，修心需要我们做的就是让这个自我能够跳脱出这个身体跟情绪的这个链接里面来。注意，我们要跳脱的是这个链接，而不是身体跟情绪本身啊。那所以作为一个旁观者呢，去观察自己的身体跟情绪，他们之间是怎么样互相影响的。我们要观察的是这个部分。就一旦我们学习观察这个部分，或者慢慢开始练习去观察这个部分，慢慢到后面，你可能就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开始修行的时候要做的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哈。像我们说的，要打好基础，才能慢慢的往后走嘛，对吧？那如果你现在已经陷入了抑郁，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些非常负面的，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
症这样的心理现象出现的话，其实今天的这个方法或者说修行，靠自己去修行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你来说我是不推荐的。所以呢，千万，如果你正在经历抑郁或者是焦虑，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人嘛，你要寻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心理咨询或者诊疗机构，先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你们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魔法这个东西它不是万能的，魔法呢它唯心而已。所以当你的心已经被抑郁跟焦虑吞噬，你的心已经沦陷了的时候，那个魔法其实它就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它完完全全是在于你自己的心到底有多坚定，你有多相信自己，你的魔法就有多强。所以呢，今天我们这则影片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修行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跟我们基本要做的一些准备，帮大家解决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修行魔法？那我的答案呢是，但是又不是。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练习修行魔法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去修身加养性。那养性呢，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哈。同时呢，你们也需要去结合自己的精神跟思想的状况、灵性的状况，来决定我要做到什么程度，我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节奏。虽然说现在有很多书籍，或者说有很多资料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包括我这个资料也是一样哈，你们都可以找到。不过我不建议大家太完完全全根据那些资料里面写的方式或者是方法去照做。那同时你一般来说，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根据自己的生活状况，或者根据自己的生命经历、灵魂经历，然后去慢慢的调整，就是你在网上学到的那些东西，因为每一个人的魔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好，那今天这则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希望我们的影片内容能够帮助到你们。如果呢你们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也别忘了呢给我们留下你们的意见，或者说你们想听什么样的话题，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好，今天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